人跑出卧室，突然发现了恐怖的一幕，他的亲弟弟被一群恐怖分子给绑架，于是他直接从高达20米的大楼一跃而下，那强大的身躯简直恐怖如斯，掉到地上竟完好无损。为了能够把弟弟救回，克莱文像只猛兽一般疯狂追逐，在他急速的步伐下，就连四脚兽都不是对手。不得不说，他的速度实在惊人。绑匪看到这一幕，直接傻眼了。为了能够摆脱克莱文，他们也是直接将油门踩到最顶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依旧摆脱不了克莱文。克莱文直接破窗而出，重重的砸在街道公路上。在这一刻，他简直像一只怒气爆满的蛮牛。没办法的绑匪只好将车往后倒，克莱文一直紧追不舍，在他的惊人速度下，也是成功跳到对方车顶，接着用长满老茧的拳头狠狠暴打50红光的玻璃。绑匪见状，想用扭摆车身来把克莱文给甩落，显然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，谁让他们惹谁不好，偏偏要来惹顶级猎人克莱文。克莱文拼命抓住铁杆，然后爬上车顶，用力的暴打玻璃，可打了几下才知道，50红光的玻璃居然全是防弹玻璃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也顶不住克莱文的拳头，他活生生的把防弹玻璃给掰开，原本就要成功了，却没成想，狡猾的头目竟利用旁边的车辆把克莱文给撞掉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一处码头，这里早已停着一架直升机等候多时。在他们放松之际，克莱文居然也追了上来。他抓起旁边的绳索，只是随手一丢，就勒住直升机，紧接着的用力的拉扯。即便他的力气有多大，在直升机的底子下也是无济于事。很快他就被落到海水旁边。这是克莱文最后一次机会，他用绳索紧紧绑在旁边的铁柱上。敌人见状，直接掏出 AK 疯狂扫射。无奈的克莱文只好悻悻躲回去。等被防换子弹的缝隙间，他直接捡起地上的钢管，朝着对方丢了过去，精准击中对方。看到克莱文如此恐怖，头目只好驾着直升机离去。克莱文不肯放弃，他纵身一跃，抓住绳索。最终他便在直升机的拉扯下撞到了前方的铁柱，也导致他没能把弟弟给救回来。看着飞走的直升机，显然克莱文是不会放弃，于是他扭头找到黑妹，他知道黑妹一定有办法得知对方是谁，又会在什么地方。克莱文把事情的经过以及对方的特点信息通通告诉他，希望黑妹能够在1天内告诉他消息。随后黑妹便打了个电话让黑客好友帮忙查找。很快事情便传到罗素这里，对方用小儿子的手指来威胁他，想要儿子平安无事，那就拿出2000万。虽然2000万对罗素不是什么大钱，但是一旦交出去，那么他在纽约的黑帮地位就会因此没落。于是罗素便打算用自己的黑帮势力把儿子给救出来。到了晚上，黑妹也是和好友见面，成功得到了克莱文弟弟被关押的地方。可老头回头就遇到了外来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也是被残忍杀害。犀牛人迅速让手下准备好，猎人克莱文就要上门了。因为不知情的黑妹已经把弟弟关押的地方告诉克莱文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犀牛人的阴谋，他们已经陷入敌方陷阱之中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一处山脉，克莱文利用敏捷的身手，轻轻松松潜入敌方内部。此时的敌人并未察觉他的到来，在男人出门的瞬间，克莱文直接利用飞镖将其击灭，接着再把房间里面的给干掉。2个匪徒还在潇洒，殊不知死神已经给他们判了死刑。克莱文从黑暗处走出，悄无声息地跟随在敌人后面。在这一刻，他仿佛像一只老六，敌人根本没有丝毫察觉，他的步伐没有露出一丁点声音。这个在站岗的男人命就不好了。克莱文从后面献出简单一巴掌将其拿下，呐喊的声音也是引起了房间里面的敌人。他们知道猎人上门了，于是众人迅速带着武器出去寻找克莱文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克莱文已经率先发起攻击，他像一只雄狮一般神出鬼没，打得敌人毫无反手之力。3名敌人他只需要2秒的时间。在克莱文打架之际，犀牛人还派了2名手下在后山坐等时机。不知情的克莱文还在和2名匪徒扭打，他一把将男人给撞出窗外。原本打算询问自己弟弟下落的，却不料到远处的敌人竟不顾伙伴的死活，朝他们打来了火箭筒。好在克莱文反应过快，带着男人跳了下去。他们掉落在半山腰，疯狂打滚，石块在火箭筒的爆炸下也通通朝地面滚落。摔在地面的克莱文竟用自己的身躯护住敌人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要得到弟弟的消息。在克莱文的逼问下，男人说出了头目所做的一切是犀牛人，因为现在犀牛人要把2人都要杀掉。克莱文懵逼地看向山顶，只见巨大的石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他们砸落。克莱文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所有石头。不久后，外来人就找到这里，他发现克莱文的武器已经是一种有毒的玫瑰豌豆，随后脱下眼镜控制来巡逻的警察，最后全部将其杀死。犀牛人抓住弟弟是要把克莱文的事情通通告诉他。视频里面的男人正是他的哥哥克莱文。弟弟完全不敢相信这一幕，于是犀牛人告诉他，克莱文有一本书，里面记载着一些名字，只要上了名单，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活着出去，所以他不得不先下手为强。另一边，2个匪徒下来寻找克莱文的尸体，还拿出手机进行录屏炫耀一番。不料下一秒，克莱文就出现在他身后，他没有过多的语言，只是轻松2-3下就把敌人给放倒。
另一个也过来支援，也同样被克莱文给灭了。不到1分钟的功夫，两人就此领了盒饭，接着迅速打电话给黑妹，说出逮捕他弟弟的人是犀牛，而且下一个目标就是你。此时黑妹也看到楼下有5个黑衣人正朝他这边过来，看来克莱文说的是真的，于是他迅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刚好和黑衣人擦肩而过。犀牛人为了抓到克莱文，他竟给弟弟洗脑，想让其加入他的秘密计划，获得强大的力量。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他们的卫队全部被干倒了，众人以为是克莱文来了，全部警惕地瞄准门口，殊不知电梯里面并不是克莱文。犀牛人傻眼了，外来人摘下眼镜，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停止。他缓慢地走了过去，像一只幽灵一般神出鬼没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众人的后面。他的这波操作不得不让犀牛人震撼。外来人拿出了一种植物，那东西是西伯利亚的相思豆，是一种稀有豌豆，这东西只产于西伯利亚的特定区，通过此物可以肯定克莱文的住处。很快，黑妹找到了克莱文。果然，克莱文生活在这种区域。他将黑妹带到自己房子的路上时，突然一些声音引起克莱文的注意。在黑妹懵逼的表情下，突然，是一只生活在这里的老虎。他和克莱文直接展开了激情的近身肉搏。虽然他很是凶猛，但是克莱文并不惧怕他，反而和他扭打起来。克莱文一招旋转，把老虎按在地上。胜利的他还不忘嘲讽对方，最终委屈的老虎只好跑进森林。对克莱文来说，这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罢了，因为此虎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，却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长了这么大。黑妹来到克莱文的房间，很是好奇，她掰开了一个雕像，下方有一个按钮，好奇的她按了下去，一整排的冷武器瞬间全部引入眼帘。不得不说，这还真是克莱文的风格。好奇的黑妹直接拿起弓箭瞄准了起来。突然克莱文闯了进来，他手里拿着一些草药，通过桌子发现里面全是一些科学物品以及一些草药，这些东西黑妹全部很熟悉。于是他询问克莱文搞这些干嘛的，克莱文也不遮掩，他做这些是研究当时黑妹给他喝的那个神秘药水。为了不被克莱文发现自己家产的秘密，黑妹只好说这是他奶奶制作的，秘方只有他知道。可奶奶却在前几日离世，导致药水的秘方就此消失。虽然黑妹说的有理有据，但是克莱文显然没有相信他说的话。与此同时，有一群雇佣兵小队正前往西伯利亚特定区，带头的就是反派犀牛人和外来人。为了能够把克莱文活捉，外来人特意制作了一种秘密武器，一旦击中克莱文，那么他就必死无疑。犀牛人得知这个消息，顿时乐开了花，感觉他势在必得一般。众人很快就来到了克莱文住处的山脚下，一群雇佣兵全副武装，蓄力待发。在犀牛人的指令下，他们通通进入森林里面。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的克莱文迅速拿出自己最趁手的武器，一场大战即将开始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草丛中突然冲出一头汹涌的猛兽，场面顿时乱成一锅粥。袭击他们的正是你们的虎哥。弟弟也趁乱偷偷逃向森林的方向，一群雇佣兵还不知死活地寻找克莱文的踪迹，殊不知克莱文早已恭候多时。2个雇佣兵正在巡逻，下一秒克莱文突然从旁边杀出，两人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他残忍杀害。男人只是懵逼地回头看去，不出意外的话也是领了盒饭。听到声音的同伙迅速朝这边赶来，殊不知克莱文早已布下陷阱，等待鱼儿上钩。每个巡逻的雇佣兵都逃不过被制裁的原理。很快那些惨叫声全部传到犀牛人的耳边，见此情况他并不意外，因为他知道对方的实力。随后他立马叫手下派出直升机进行轰炸。此时的克莱文还在屠杀雇佣兵，突然头顶上方出现一架直升机，他直接傻眼了。没来得及多想的克莱文只好跑命，因为轰炸区实在过于可怕，即便他身体强壮也难免不出现意外。最终克莱文还是被轰炸倒。这一幕正被黑妹所看到，在轰炸区的猛攻下，一时间森林也是燃起熊熊烈火。好在克莱文并没有死，天上突然飞过一群乌鸦，没反应过来的克莱文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，不到2秒的时间他就出现了幻觉，全身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毒蜘蛛。紧接着一个人影出现，他摘下眼镜的那一刻，克莱文直接冲了上去，不料到根本碰不到对方，反而被一脚狠狠踹飞。难道克莱文就这样下线了吗？不可能。在外来人要动手之际，突然一支弓箭击中他的脑袋，来者正是黑妹本人。他赶忙来到克莱文身边，却发现毒素已经蔓延到心脏。为了将克莱文救回来，黑妹再次掏出自己的神秘药水，她二话不说就给克莱文喝上。就一瞬间，克莱文就惊醒了。不得不说，这药水还真管用。接着黑妹让他去把犀牛人给杀了，不然就会永远看不起克莱文。不知情的手下迅速把克莱文的死讯告诉犀牛人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很是高兴，于是便兴高采烈地带领队伍离开。犀牛人突然发现了诡异的一幕，草原上居然冒出了一阵浓浓的白烟，是一群野牛队伍朝着他们车队袭来。看到这一幕的犀牛人迅速启动自己的秘密武器，那种感觉瞬间蔓延全身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也是被野牛撞成稀巴烂，在野牛的撞击下，没有一辆车可以逃避，一时间通通陷入了危机。而克莱文便趁乱来到车队的后面，犀牛人看到他还没死，于是他怒火冲冲地跳到车顶。
克莱文没有多余的废话，他直接朝着犀牛人冲上去，不料到却被犀牛人给狠狠撞回来，压在脚下。在他下手的瞬间，克莱文利用灵活的走位躲避了他的攻击，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。克莱文直接一个飞腿把犀牛人给踹飞在地，这辆正朝他这边撞来，没成想他居然用坚硬的牛角制止了卡车。克莱文不幸从车上摔落，差点就被重达1000斤的卡车砸中。野牛仿佛得到了什么指引，竟在卡车旁边围绕成一个小圈圈。犀牛人直接把卡车给活生生举了起来。克莱文见状，直接朝他冲过去。对于一位猎人来说，他根本不知道怂字怎么写，掏出匕首就和犀牛人展开了近身肉搏。可匕首打在他身上根本完好无损，犀牛人的身体就像坚硬的石头一般，即便克莱文怎么暴打都无济于事。犀牛人只需一拳就把他给干飞。接下来，请欣赏一波强者之间的战斗吧。显然，克莱文根本不是犀牛人的对手，于是他直接纵身一跃，不料到精准被犀牛人抓住脖子。克莱文在临死之际用语言嘲讽犀牛人，没想到他那么容易上当。克莱文发现犀牛的弱点后，他直接用出全身力气将匕首刺入口子之中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也是疼得犀牛人满脸憋屈，气得他把克莱文给狠狠丢了出去。克莱文见状，立即拔掉车头上面的铁绳，勒住了犀牛人，最后再把另一头给丢了出去，精准套住野牛。在野牛的拉扯下，犀牛人也是不出意外的飞了出去。在千军万牛的脚踩下，最终犀牛人也是成功败落，并且还领了15元盒饭。这段事情过了一段落后，克莱文找到了他父亲，他父亲也没有隐瞒，原来一切都是父亲的作为。犀牛人的目标原本是他的，然而他得知自己的儿子是克莱文后，居然利用克莱文之手来解决自己的麻烦。克莱文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并没有选择杀掉父亲。Never fear death. Isn't that what you taught me? 罗素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，后面就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吓得他立马拿起猎枪，却不料到里面居然没有子弹。克莱文就这样把父亲送上西天。本片结尾的彩蛋就是克莱文的弟弟变强了，而且还拥有千奇百幻的状态，俗称变色龙。至此全片结束。我是曲哥，欢迎你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